各位也都看到了，美国和伊朗的第一轮谈判不出意料的失败了，战争呢还得继续打。大部分人都觉得这个战争结束啊，只得是美国或者伊朗一方面认输啊，海峡才能重新解封，油价也能下降了。可是谁也没想到，这第一个站出来劝架的还挺有效果的是巴基斯坦啊，也更不会想到吧，背后的中国可不仅仅是为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没运出来的石油。这场谈判呢只是布局的一环，这可是一场中国在幕后操盘，利用巴基斯坦作为外交桥梁，重塑整个中东权力格局，维护自身能源安全的战略大阳谋啊！各位早上、中午、半夜企业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五人，感谢你的关注、点赞和评论，您的举手之劳呢，对我非常重要。其实巴基斯坦根本不是突然跳出来的，只是战争啊把目光都吸引走了，所以看不到西亚各国和巴基斯坦私底下的交易。就在2026年的4月12日，阿联酋的王储已经先飞到北京去拜码头了。现在西亚就是阿联酋想打，但是沙特和卡塔尔不太想打了。中东的土豪们说支持伊朗和美国的对话，还大谈穆斯林兄弟情谊啊。可是呢，他们私底下疯狂砸钱，让巴基斯坦给自己做未来的打手，直接给巴基斯坦投了50亿美元啊，给他还清了外债啊。伊朗说自己绝不屈服，发誓要把海峡彻底给堵死。结果呢，他们私底下却给巴基斯坦的油轮开了绿色通道啊。巴基斯坦说自己是中立国，还说哎呀，我要给世界带来和平啊。结果呢，他们热情接待了伊朗和美国代表团。就在这同一天呢，他把13000名士兵和18架战斗机直接派到了沙特的军事基地啊。你要知道啊，早在2025年9月，这两家就签了一个战略共同防御协议。这就说明在大部分的西亚国家都把巴基斯坦作为战略安全的备选措施。2026年4月中旬，伊斯兰堡的塞雷纳酒店迎来了自1979年以来最诡异的聚会。坐在桌子一边的是美国的副总统曼斯啊，旁边是董王的女婿。坐在桌子对面呢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利巴夫，中间坐着巴基斯坦陆军参谋总长穆尼尔。可是这个谈判的剧本全是在东大的掌控之中。这个局面是什么样的呢？就是僵局啊，彻底的僵局。历经这个21小时的熬鹰式谈判啊，万斯黑着脸飞回华盛顿了。美国甩出的这15点计划就是要求伊朗丧权辱国。但是伊朗这边呢，他们拿着东大和巴基斯坦起草的5点倡议，要求立即停火，要求美国赔款。另外呢，这里面还有一个狠的要求，就是必须保护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啊。董王就是想解除伊朗的武装，想和平演变，但是伊朗想谈的就是保命，还得敲诈你。这两边要能谈拢就有鬼了。那么既然明知道第一轮谈判就是扯淡啊，巴基斯坦为什么还要选择站出来？他到底有什么筹码能让双方坐下来见一面呢？各位肯定纳闷啊，中东这么多有钱有势的国家，怎么能轮到一个到处借钱的南亚国家来当和事佬啊？其实原因很现实，虽然巴基斯坦现在穷得快揭不开锅了，如果海峡继续封锁，那么巴基斯坦能源供应链呢几天内就会断裂。有的人说巴基斯坦和中国搞了很多光伏产业嘛，但是那只是能解决一部分的电力压力啊。不过呢，巴基斯坦可是有优势的，他手里确实有2张王牌，这是任何的中东土豪都没有的。首先，巴基斯坦是华盛顿的电话线。自从1980年美伊断交之后啊，伊朗在美国的利益代表处就一直设在巴基斯坦的美国大使馆里。这个事儿啊，可是一做就46年。这是伊朗跟美国之间唯一的合法官方联络站。换句话说呢，巴基斯坦就是伊朗和美国能够交流的唯一通道了。还有一点啊，就是近2年有一个沙特的保镖合同，巴基斯坦和伊朗签的那个上面我说的协议啊，这里面明确写明了，对沙特的攻击就是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其实呢，沙特搞这一手是有原因的，他的国内其实已经有过预判了，美国不是很靠谱的。这次在美以冲突里面，美国的防空体系真的防不住伊朗的导弹饱和攻击。到这个时候，沙特王储就想通了，我们大把的交保护费啊，结果美国最在意的是以色列啊，我们打伊斯兰反倒成了舔狗冤大头了，这事儿肯定不对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沙特一定要拉拢巴基斯坦做保镖的原因。而且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里唯一一个拥核的国家哦。更重要的是，伊斯兰堡后面有北京，但是这个风险确实也挺大的。巴基斯坦国内有4000万的什叶派穆斯林，如果巴基斯坦在谈判中
偏一点美国或者驻扎在沙特的军队啊，真的跟伊朗交了火了，巴基斯坦国内立刻就会引爆教派内战。我举个例子啊，伊朗战争刚打响的时候，卡拉奇的美国领事馆外就死了22个人，这一看就是什叶派穆斯林干的。巴基斯坦的军队去沙特，表面上是给和平背书的，同时呢，也是在赌伊朗不敢真的对巴基斯坦军人开火。除了以上2点，我们再讲讲中国。那么幕后的东大到底在想什么呢？为什么他自己不上？其实这里面有2层战略啊。一层呢，在经济能源上，中国1半以上的海运石油，1/3的液化天然气都要过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东大有战略储备吧，但是长期的油价高位，这肯定是不符合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核心利益的。所以中国必须要让霍尔木兹海峡畅通无阻。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要将自己的势力侵入到中东，对各大产油国施加强有力的影响，这也能确保我们的能源体系的安全啊。那么说到这里，中国为什么自己不去伊斯兰堡坐镇呢？因为我们太了解美国了，太了解董王了。华盛顿呢，肯定是将中国作为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如果我们直接出来调停，美国肯定疯了，肯定觉得中国是在明抢中东的势力范围，那谈都甭想谈了。甚至美国会因为这个调转矛头，所以呢，中国就不做让美国找借口的事儿。这么解释就通了啊。所以这次东大出面拉着巴基斯坦呢，发布了一个5点和平倡议，先搞一个所谓的大国合法性背书，然后呢，让巴基斯坦去前面跑腿挨骂，自己做代理人的幕后老板，先观察一下局势，再进行后续的动作了。整个的流程呢，布置也很严密啊。这第一步，稳定了阿富汗的大后方。当时呢，趁着中东乱成一锅粥啊，东大在乌鲁木齐把阿富汗塔利班和巴基斯坦拉到一起开会，以确保巴基斯坦在前面调停的时候后院不会起火。这第二步呢，就是给巴基斯坦站台。3月底呢，王毅外长在北京见了巴基斯坦外长达尔，还发布了一个联合倡议啊。实际这就是让世界知道一下巴基斯坦身后有中国。这第3步呢，就是用石油大棒敲打了一下伊朗。东大可是伊朗的石油最大买家，包揽了将近90%的出口量。中国在私下里就明确告诉了德黑兰啊，接受停火吧，否则买油的钱可能就要断了。而且在表演这个恐吓之前啊，咱们已经帮巴基斯坦把商业走廊打通了，直接穿过了伊朗啊。这套组合拳打下来就有点行云流水的意思啊。另外还有第4点啊，这个倒不是中国能决定的，但是我们呢在不停的干扰美国，让美国接受巴基斯坦的调停。但是话又说回来，不可一世的艾美利卡为什么要听一个南亚国家的安排呢？还不是因为漂亮国真的快被掏空了。华盛顿内部对本次战争其实是非常割裂的，损失加上消耗让董王也意识到，再这么打，原本对付东大的那点库存就要在中东全打光了。而且中期选举就在眼前啊，老百姓如果受不了通胀就会出来游行，那么董王的权力就会受限，想要继续画 K 线那也就没有机会了。所以现在和以前确实不一样了，过去的中东呢规矩都是美国定的，现在的美国不得不依靠一个他经常指责的跟东大穿一条裤子的国家当传声筒了。说完美国呢，我们再盘一下这个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算盘。伊朗为什么这次相信了巴基斯坦？海湾的各国怎么看这个新格局呢？伊朗人肯定不傻，他们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巴基斯坦，但是他们就没得选了。伊朗看透了巴基斯坦的软肋，伊斯兰堡极度害怕国内那几千万什叶派闹事儿，所以伊朗相信啊，巴基斯坦不敢彻底倒向美国。与此同时呢，伊朗太需要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馆那个利益代表处了，这是他们在狂风暴雨中唯一能听到华盛顿动静的窗口。沙特和卡塔尔这些海湾国家就是另一种想法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就看清了美国的保护伞是漏雨的，所以他们有点急了。就在和谈破裂的第2天早上，伊朗和卡塔尔就凑了50亿美元直接打给了巴基斯坦。这个钱是干嘛的？就是买命的。他们买来了巴基斯坦13000名大兵，直接驻扎在沙特东部省油田区。海湾的这些国家心里有一本明白账，截止到2025年 Q4 啊，沙特持有的美国资产敞口高达2540亿美元。整个海合会国家未来对美国的金融承诺在3到4万亿美元之间。如果美国的航母真的溜了，巴基斯坦的大兵花钱是能留住的。他们通过资助巴基斯坦啊，实际上就是向东大的安全框架靠拢。
这种中国背书，巴基斯坦跑腿的模式，未来会成为一个常态吗？短期看来非常管用，这是一个极具性价比的组合。中国不用派一兵一卒，就能把自己和平理念植入到中东里面，巴基斯坦能赚到好处费，还能巩固自己在穆斯林世界的大佬地位，双方就是各取所需。这让美国那种只会挥舞武装大棒的霸权主义显得就有点过时了。但是长远上看呢，危机还是有的。巴基斯坦确实国力太虚弱了，一旦国内经济彻底崩盘呢，或者极端组织在内部搞事，这个代理人就会瞬间瘫痪的。不过千说万说呢，这一步还是很好的一步棋之后中东绝对不会再是美国一家说了算了，土耳其、阿曼、卡塔尔还有巴基斯坦这些中等国家都会疯狂抢戏的。所以2026年的中东战争呢，撕下了美国不可战胜的面具，大炮是轰不出真正的和平的，制裁压不垮复杂的利益网。巴基斯坦呢，这个被很多人看不起的国家用一场教科书级别的两头下注，给全世界呢狠狠上了一课。而那个始终没有出现在谈判室里的中国，正用无与伦比的耐心呢，慢慢收紧这张重塑世界秩序的网。这盘棋呢，刚刚下到中场。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想留几个问题给各位如果第二轮谈判美国和伊朗各让一步呢，这个战争会结束吗？如果美国撤了，以色列该何去何从呢？我是五人，感谢你的关注、点赞和评论，我们下期再见。